大家好，又是我肥肥。今天我要来分享黄梨炒饭的食谱。看完这一期影片，你就能轻轻松松炒出好吃的黄梨炒饭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吧，请订阅我的频道哦，你们的订阅就是我坚持的动力。每逢星期一、四、六都会有视频更新哦，请多多关注。一开始，我们先来处理一下食材。我们先把蒜米红葱给剁碎，接着我们把青葱切成一段一段。红萝卜呢，我们把它切成一片一片过后，再把它切成一条一条，或者你们要把它切成一丝一丝也是可以。切完了红萝卜，我们来切红辣椒。红辣椒我们随意的把它切成一圈一圈就可以了。如果你们喜欢吃辣的话，你们可以加一点小辣椒哦。黄梨我们就随意的把它切成一小块一小块就可以了。黄梨我们尽量买比较熟的，这样它才会比较香，比较甜。鱼饼我们就随意切成一片一片就可以了。如果不要用鱼饼，也可以用鱼丸取代哦。现在我们来腌一腌我们的鸡胸肉还有小虾。我们撒一点盐，一点味精，让它有一点味道。然后我们把它抓均匀。抓均匀过后呢，我们可以放上一点马铃薯粉。放了马铃薯粉，可以让这个鸡胸肉还有小虾等下煮出来比较滑，比较嫩。然后我们把它抓均匀过后，我们可以淋上一点油。这个油可以包裹着我们的调味料还有马铃薯粉，这样煮的时候这些材料才不会流失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黄梨炒饭所需要的材料。白饭300克，小虾65克，鸡肉片100克，鱼饼30克，鸡蛋1粒，蒜米红葱15克，黄梨95克，红萝卜35克，红辣椒15克，青葱15克，葡萄干30克，鸡精粉2茶匙，胡椒粉半茶匙。首先我们在锅里放了一点油，然后我们把蒜米红葱倒下去爆香。这个油可以放多一点，因为炒饭比较吸油。当我们的蒜米红葱炒到有香气过后，我们就可以把鱼饼啊、鸡肉片啊全部倒下去，要把它们炒熟。当鸡肉片炒到差不多半熟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把小虾倒下去，还有我们的红辣椒啊、红萝卜，还有黄梨也可以一起倒下去。我们把这些食材全部炒一炒，炒均匀。我们也可以稍微的把火开大一点点，我们要把这些材料全部炒熟、炒香。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把鸡蛋倒进去，然后把它炒散。我们把炒散的鸡蛋和其他的材料一起炒，炒均匀。我们要把这些食材全部炒熟、炒香。当确定所有的材料都炒熟后，我们就可以把白饭倒进去。
然后把白饭炒一炒，把它炒热。如果你们的白饭是隔夜饭，然后很干很硬的话，你们可以在炒之前先把白饭拿去蒸一蒸，蒸过的白饭拿来炒，它就会粒粒分明，然后比较软。我们在炒饭的时候，记得要把那些一团一团的白饭团压散它，不然这个白饭团吃下去就会影响口感，没有那么好吃。当我们的饭已经炒热了、炒散了，我们就可以下调味料。我们把鸡精粉还有胡椒粉全部倒下去，然后再次的把它们炒均匀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你觉得你的炒饭还是很干很硬的话，我们可以在锅边撒上一些清水，让这个炒饭不要那么干，不要那么硬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开大火，把这个炒饭炒到香喷喷的，炒到有锅气。我们也可以把葡萄干倒下去，和这个炒饭一起炒，炒均匀。当我们的炒饭已经炒到香喷喷，要起锅前，我们就可以把青葱倒下去，再次的把它们炒均匀过后，我们就可以关火上碟了。开饭前先来个温馨提示吧。鸡肉和鲜虾我们可以放一点盐和味精调味，接着我们可以放一些马铃薯粉，让食材煮起来比较滑比较嫩，最后再淋上一些油裹着调味，不要让这些调味料流失。食材方面你们可以任意的更改，可是一定要保留黄梨哦，因为这是黄梨炒饭嘛。调味料方面你们可以自行调整，如果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自己增加小辣椒哦。下课，开饭喽！完成喽！这就是我今天的作品——黄梨炒饭。这个黄梨炒饭颜色是不是很漂亮呢？有红萝卜的橙色，辣椒的红色，黄梨的黄色，青葱的青色，哦，还有葡萄干的巧克力色。今天炒饭的材料好像有一点奢侈哦，那个材料还多过那个饭哦，差一点就看不到炒饭咯。可是就是要这样才好吃吗？炒饭就是要多料才好吃。今天的炒饭依旧是锅气十足，调味刚刚好。可是如果你们有增加或者减少这些食材的话，调味方面你们要自行调整哦。炒饭搭配着黄梨一起吃，酸酸甜甜的，可以解腻哦。今天的黄梨炒饭成功。我下一个视频呢，会来一个花生糯米糍，软软 QQ 的外皮搭配香香脆脆的花生，大家有兴趣吗？有兴趣的话，记得留意我下一个视频哦。分享食谱与美食，轻松在家做料理，希望我们的分享可以让大家轻轻松松做出美味料理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大家记得要帮我们点赞、留言、订阅和分享哦，谢谢大家。